嗨，大家好。昨天和前天分2期呢，也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位以前的年轻同事一位我的同行，针对一位病人比较复杂的病情，在制定综合的牙科治疗方案，以及如何和病人进行沟通这些方面呢，希望得到我的一些建议。这么一件事呢，我也是趁着骑行当中，也跟大家呢做了一些分享。其中呢也说到这位病人虽然缺了不少牙，其实在使用他的牙齿进食、咀嚼、帮助消化等方面呢，肯定是存在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病人来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希望能够改善这些年久失修的牙齿的功能和美观，而是呢因为牙痛难忍，不得不紧急去见牙医。最后的结果呢，大家已经知晓，以一颗坏牙被拔除告一段落。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遭遇牙痛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一家牙科医院，找一位牙医，尽快把这个让他疼痛难忍的牙齿拔除。所以很多人呢，对于牙痛能够想到的治疗就是拔牙。甚至很多人呢，还有那一种侥幸口内那么多牙，30来个牙，拔掉它1、2个也无妨，觉得这是造物主非常合理的一种安排。那么问题来了，遇到牙痛就应该找牙医拔牙吗？趁着这个骑行当中闲着也是闲着，就接着前2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牙痛是不是真的必须要把这个牙齿给拔掉。很多人都知道也经常这么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你的命。比起痛得要命，那打麻药拔牙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和去除病痛的一个手段。其实呢，很多牙痛的病人，他真的到了牙医那边经过牙医的诊断和说的一番道理，很多让牙痛得心急火燎的病人很想一拔了之的这些牙齿呢，结果还是被我们的牙医经过治疗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也只有少数已经到了十恶不赦的那些程度的坏牙，才会面对最终被拔除的命运。那么为什么有一些疼痛的牙齿可以保留，而有一些同样也是疼痛的牙齿呢，最终必须被拔除呢？这个呢，还得要从牙齿为什么会疼痛它的原因说起。引起牙齿疼痛的原因或者是病因呢，一般不外乎2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创伤，我们可能叫外伤，而另一个呢就是感染，一般呢是指细菌引起的感染，老百姓呢一般就称之为发炎。说到牙齿受伤，一般来讲呢也是分为内外2个原因。外部因素呢，大家最能够理解的就是发生了某种事故，受到了某种撞击比方说常见的就是摔倒，不巧呢牙齿磕在硬物上造成了碎裂。现代社会当中还有一种受伤的方式呢，就是发生车祸，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系好安全带开车的人来讲，紧急刹车或者说车辆因为发生事故跟前方的物体或者车辆碰撞造成的冲击力不要说牙齿，即便是牙齿周边的这些牙槽骨也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这种创伤严重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局限于牙齿，还会累及颌面部的骨骼、周围的软组织，甚至呢面孔的皮肤就像最近发生在台湾的一位非常俊朗的艺人叫林志颖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撞车发生的事故，现在还在 ICU 这样的深切治疗部里面抢救。从网上泄露出来的关于他后期整形的人造骨架的一些图片，虽然未经证实，但是呢，想必整个头面部受到的撞击非常严重，完全可以想象可能不止1颗、2颗牙齿，整个牙齿伴有牙槽骨都有可能已经断裂破碎。我们呢，在向他表示深切的同情的同时呢，也只能祈愿他主诊的医生呢能够妙手回春，不但呢救回他的生命，也希望呢尽可能的恢复他的容颜，让他呢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中来。那我们说到牙齿的外伤还有一种内在引起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整排的牙齿前后左右都像是亲兄弟，亲兄弟呢也有闹矛盾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位置不佳，或者拥有的骨量不够，或者呢因为上下牙咬合的关系啊，出现了某种的状况，牙和牙之间呢也时常会打架，甚至有些人呢在晚上睡觉失去意识的时候，身边呢会听到他的牙齿啊相互的磨耗啊所发出的那种声响。那一旦啊这种牙和牙之间的磨耗变成了一种磨损，就有可能呢影响到牙齿里面的神经变得敏感，甚至发炎，或者呢使得它的牙周的组织和包裹牙根的骨头出现不同程度的吸收，严重的情况底下就会造成牙齿的动摇。在使用牙齿的时候呢，就会挤压到一侧的牙周的组织，或者呢咬到已经变得薄弱的敏感的牙面上，造成疼痛。更有甚者呢，因为长期担任咀嚼功能所造成的压力，久而久之呢不堪重负。就像我们前2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位病人的一颗大牙的某一条牙根硬生生的折断啊，那如果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神经啊，就会造成剧烈的疼痛。造成牙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牙齿内外的感染。牙齿里面的感染呢，我们称之为牙髓炎。牙髓呢就是牙神经，牙齿呢好像是一个小房子，牙神经呢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待着，它行使着感知食物的冷热，承受的咀嚼时的压力。同时呢，和牙神经相伴的是血管，是给牙齿提供营养的血管。一旦呢，因为这个牙齿出现了裂缝，刚才讲到的牙齿接触承受的压力太大，就会造成牙齿出现裂缝啊，我们一般称之为隐裂，因为它还没有断下来。等到它就断成2半了，那我们就会称这个牙齿发生了牙折，或者因为它发生在牙根部，我们就说这个牙齿发生了牙根的根折，简称根折。但是很多情况，牙齿并没有完全折断，那么它就出现一些貌似完好，实际上呢，因为已经有了微小的缝隙啊，造成了细菌的侵入，最后呢引起牙神经发炎。同样的道理，如果牙齿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很多人的牙齿呢就会出现龋坏。老百姓呢就说蛀牙、虫牙啊都是一回事，烂到一定的程度呢，就会同样让外面的细菌呢有机会进到牙神经里面，造成牙齿的发炎。因为呢，这个牙齿神经啊住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房子里面。发炎呢，其实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肿起来，就是充血、水肿。可以想象啊，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面，如果发生了这些因为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压力过大，对于这个神经的刺激啊，造成这种疼痛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疼的啊难以入睡，到了牙医那边呢，要求一把了之啊，拔之而后快的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的原因。所以呢，简单来讲啊，这个牙齿是不是会出现疼痛呢？就是一个创伤，还有呢就是一个感染，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牙齿的疼痛。那我们的牙医呢，在面对啊一个牙痛的急诊病人的时候啊，肯定呢是要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呢就为病人止痛啊，解除病人急迫的疼痛的问题。但同时呢，有经验的牙医啊，也要迅速的来判断造成牙齿疼痛的原因，判断啊这个牙齿是不是可以通过治疗得以保存。那最佳的结果呢，就是通过治疗，既解除了痛苦，又修好了病牙，照样呢可以行使全部或者呢部分的咀嚼的功能。这个肯定是病人和医生都满意啊，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像前几天说到的这位女士，她的那颗牙齿因为牙根的折断，使得这个牙齿呢完全断成了2半，所以呢非常遗憾的被拔除。当然，这个拔除这个处置呢，也确实能够让这个牙根暴露在外的牙神经，说不定已经形成的感染炎症呢，一并就去除了。所以呢，也就为这个牙齿止了痛啊。但是很多情况呢，但凡这个牙齿是可以通过牙神经的治疗，或者缺损部位的修复，或者呢对支持组织进行治疗以后，让这个牙齿恢复稳定，同时呢调整它的牙和牙之间的咬合的关系啊，去除牙齿受到创伤的慢性的原因，很多牙齿呢还是可以被救回来。
还是可以恢复大部分的功能。所以呢，一句话就是牙痛的时候，病人跳着脚啊，想要尽快拔除。但是我们的牙医呢，不能听信病人的一面之词，完全按照病人的意愿一拔了之啊，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想尽办法保存已经受伤或者已经发生炎症的患牙，最终呢，让我们的病人继续拥有他自己的牙齿，避免呢因为贸然被拔除所造成的牙齿的永久性的伤害啊。所以医者父母心啊，他有时候他就是要跟病人呢多做一些沟通，努力追求一种对病人的长远利益更有效、更完美的治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苦口婆心说服有时候比较固执的病人，让病人呢能够做出有利于他长久利益的选择。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没有长久的了解，没有充分的互信，或者说没有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长期利益，只是短期行为一拔了之，虽然可能即刻可以止痛，但是将来难免后悔。所以说到底，医生和病人之间，他就是需要一个互相信赖、相互理解、彼此帮衬，最终呢共同解决问题，来对齐病人的长期健康这个终极目标。病人呢也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依然记得医生的好。反之呢，他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当他了解到治疗的一些真相，或者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呢，就会充满遗憾，甚至呢心生对医生的怨恨。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此打住改日呢再就相关对大家有益的关乎牙齿保健这样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进行交流。谢谢大家听我的唠叨，再见，拜拜。